呀，你气什么？强辩无用，有头有脸的饱学之士是不可能去他家的。这个中道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吗？什么道理？诸位想啊，我们功名在身，未必没有入仕为官的一日，怎能忤逆圣心，与这群罪人混迹一处呢？就是啊，是啊，口说无凭，你看他家四处发帖子找先生，呵呵，至今连一个上门的都没有呢。以各位的品行，恐怕就算想去，也够不上花府聘师的门槛。哎，师兄，哟，真是酸啊！当今京中名儒大家，论德行、论学问，谁处第一啊？那肯定得是穆承之穆老先生了。当年还在东宫讲学过，站在丽泽门前大骂百官，置官而去的那个。帮我拿个信筒，头儿，你要寄信啊？得麻烦你一趟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穆先生，不好了！啊？谁跑了？谁也没保，是大祸临头了。七秀司来人了。终究到了今日啊！去吧，我要沐浴焚香。父亲，儿子还未能孝顺您啊！先生，你我师徒一场，未想到今日这般决断。先生，父亲，死则死矣，安能以浩浩之白蒙世之温祸乎？我活了这把年纪，修经史，传绝学，平生已无憾矣。可惜呀，可惜了这些好点心呐！这么美味的点心，今后也再不得食了。史端，把心打开吧。是。父亲，哎呀，这是砚台呀，你得放好了。先生，沈家郎君来了。啊？穆先生，穆兄。谦儿不必多礼。先生今日可是有什么要事？为何诸位贤兄都在？哦，今日父亲要讲经文上书来着。对。哦。学生今日来，是有一事相求。哦。哎呀，我也刚刚听闻了此事。你们认错，真是穆老先生，胡子老长的。哎，姑娘，你说真奇怪啊，咱们这走了好几日了，鞋都要磨破了，这落地秀才都不肯来，怎么穆先生倒是肯啊？是啊，像穆先生这样的大儒，怎么会愿意来呢？走。这边是主厅，寒舍简陋，穆老先生见笑了。这个宅子啊，有静气，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。
我们选了一间向阳又幽静的房间给你授课用。今日您先过目，若有什么需要添置的，尽管吩咐。哎呦，你们家的果子，成日里排着长队，哎，总也买不着啊。怎能叫您破费呢？若你爱吃，以后每日出果都给您送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穆先生，花指虽久仰您高明，也自知家属简陋，不敢登门言请。请问您是从何处知道我家在严氏啊？今日沈家大郎啊，急匆匆的登门。沈琦，哎，你们这一共有几个学生，都读过什么书呢？本家连同旁支一共是7位学生，4个男孩，3个女孩。还有女学生啊，学堂里，恕不胜任，恕不胜任。哎，穆先生，君子一言九鼎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这男女同读，那成何体统啊！那这果子，这边请。哎。头儿，穆老先生已经带着大包小包进华家了。好，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奔波劳累了。不是头儿，穆老先生平时也不出门不奔波，我就没看明白您这步棋到底是个什么精妙计谋。什么棋啊？我就是替人发张告示而已。送信给那样的名儒大家，总得认真封一下吧。哦。芷儿，那穆先生是沈郎君请来的，虽说没能留下沈郎君，但咱们到底该感念沈郎君的好意呀。太可惜了，那样好的一个人。哪有四叔好？我说真的，你好歹去谢一谢人家。四婶，我越是感激他呢，我越不能再见他。听说啊，过几天先生就能授课了，到时候朵儿也能认字了。朵儿，你开心吗？我也认得字儿，但我没上过学，也没见过先生。从前怎么就没有这样子的好事呢？先前府里的兄弟们成群结队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可羡慕了。我记得灵儿还为这事儿哭过呢。我们灵丫头念书啊，全靠自己。什么诗啊、画啊，都比外面那些哥儿们做得好。哎，要是当年能够上学堂的话，哎娘，少说2句吧。我才不要去呢！要是上学堂有什么好的话，灵哥儿为什么还逃学呢？就你机灵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那先生长什么样啊？我听说呀，是个老头，胡子老长的。叫我去我都不去。瞧瞧你那个样子，我可听说呀，这聘完了文先生，还要聘武先生呢。叫谁？先说好，我可不去。傻丫头，你要去的，那万一以后又碰到像紫皇居那样的恶人，武先生好呀，武先生我要第一个去。偶尔是想着呀，那武先生定然是高的、俊的。哇，行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赶紧干活吧，要不然端午节没有花带。赶紧回去。看我的拉花。哥哥，这几天玩得开心吗？花姐姐太忙了，都不陪芍药玩。她都忙什么呢？啊，她在找5个先生。什么是5个先生？朵儿跟我说，5个先生就是会打架的先生。我问他6个先生是什么，他就答不上来了。那她找到没有？啊，哥哥，你身手好，你来当5个先生，我不就天天能看到你了吗？童言无忌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穆先生不是在讲课吗？我。为天监下民，
点决议，将联有勇有不勇。进去吧。点决议，将联有勇有不勇。你看，给你。民众决命。看我。啊，你看我这个，厉害吧？呜呼！啊，你看我这个。我来。嗯？谁在说话呀？先生，是外头的鸟儿在叫。你大点声！先生，外头的鸟儿在叫。鸟叫啊！看来得找一位年轻点的先生。读书本就是枯燥的事情，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那可没有啊！我小时候都是祖父教我念书，我才不觉得枯燥。好了，但这以后麻烦事还多了去了。明天就是端午了，你要不要一起来过节配芍药啊？我没空也没关系，我们陪他也是一样。多谢。你儿子？是啊，我家那小子打小就习得好拳脚功夫，更何况这知根知底儿啊。依我看，芷姑娘，您就不要另寻他人了，就让季宗当这个武先生再合适不过了。他既是护院，监制恐怕不得空闲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还有一件事儿想报知姑娘。你说。如今呢，您在各大酒楼寄卖，日进斗金。这快过节了，又是家里上下揭不开锅了，那兄弟几个日夜寻货，多有怨言。这月钱稍微少了点儿，他们啊都是卖体力的粗汉，这万一要撂挑子，干脆不干了。会怎样？会怎样？这府里可都是女人和孩子，要是伤了谁，那都不好了。你要涨多少？这回先涨一分。这回天气凉了，自然辛苦些。这夜里还要守着门户，万一进了贼，小心这火烛，万一走了水，也不好了。李护院真是未雨绸缪啊！这都是咱们当差应该做的。哎，到时候啊，这棉衣钱、炭火钱，少不了要向芷姑娘伸手了。行吧，我答应你，你先出去。多谢芷姑娘。哎呦，千万小心啊，姐姐！哎，妥了吗？成了吗？哎，这个死丫头，恐怕要另寻别人了，一点情面也不给，难怪他爹不喜欢他。给，除了咱们，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？姑娘，那李贵来做什么？他想给他家儿子谋武先生的位置。姑娘应允了吗？哦，我上次让你去打听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我私下问过了，咱们每个月发下去的月钱，李贵手下护院只能拿到30%，被那李家父子剥了好几层皮去，他们都颇有怨言。不过这行有行规，他们也不好破坏规矩。我还听说李贵最近越来越放肆了，专欺负好馅儿的，四夫人、福东他们都吃过他好几个暗亏。
这人之前虽说做事有了些，可人还算老实。没想到这短短10日，便如此无赖形状。可是从前府里也不像如今这样尽是女眷啊。姑娘，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问。既然护院们收李贵辖制，那姑娘为何不把他们父子俩撵出去啊？你也说了，行有行规，那10几条汉子跟着李贵混口饭吃，若是把李贵赶走了，那他们留不留？他们若是留下了，咱们这满屋子女眷，谁能抵得住他们？那他们要是被赶走，断了生计，只怕他们会反抗，那更加抵挡不住。当初他们带着人、带着家伙上门来，就是打的这个主意。我当日若是不答应，怕是当场就要吃亏。那怎么办啊，姑娘？这武先生得赶紧定了，要人品好、身手佳，镇得住这些汉子。先以武先生的名义聘进来，再趁一个好时机，把李家父子抽梁换柱。对对对，我去看老夫人。姑娘，这饭。祖母，这丫头来的正好，我呀目力不济，今日看信越发吃力，帮祖母念念。好。书起，稍请起居何如？睽违良久，全念因书。日苦所恶之扰，常忆幽篁田舍。竹榻闲眠，漫抛书卷。情伤自对，焚香烛明。胸中无声冰炭，眼底肯逐风尘。旧约历历，依稀如昨。岁月不居，空阶两地。言不尽思，再起珍重。祖母，这信是你的故友写给你的吗？这么多信，都是一个人写的。我们通信40年了，这是一小部分，要都拿来了，那一柜子都装不下。那如今家里安定下来了，何不请这位太母来家里坐坐？他家住得很远吗？再读2封，听着呀，心里敞亮，头也就没那么疼了。昨得亲书，深以为慰；小饮数樽，不胜一醉。凡罪各有所宜，轻罗小扇，并作水窗。仰见飞云过天，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最后呼忆今常咏阳城斋时云：瓮城雪水酿春寒。蜜点梅花带露餐，是时正逢暑月，无雪无梅。则夕言定约，至冬至日，同集雪水，以梅花温酿之。轻言较之敲雪煎茶，想来风味不输。钟叔，撒雄黄呢？哦。带我的好看，带我的。别闹了，孩子们过来，都过来，快过来，来，别乱跑了，一会儿还要带茉莉花呢。啊，来，别乱跑，来，百毒不侵，百毒不侵，来，百毒不侵，来。来，我们去您看这花。这是谁做的呀？这是我做的，我没拿捏好大小，做的有点大了。我看这些花里啊，就这把顶气派，也就您老人家能压得住。来，好看，好看。祖母，我也想给你带花。瞧瞧，都拿我寻开心，是不是？真好看，好看。老夫人、夫人们，哎，福东，你这是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这是端午吃的百草头，拿杏、梅、李、紫苏、生姜切丝后，用香药和了，入盐晒干做的。我还拿蜜浸了酿梅，一会儿给老夫人开胃。福东是越来越有能耐了。孩子手真巧，一会儿有劳你啊，多做一点儿，给静儿和贤儿送去点儿，他们都喜欢吃。好。
芷姑娘吃早饭了吗？姑娘一大早就忙起来了，一口气都没歇过呢。今天要给各处去送百草头，还要搭棚施粥，这会儿又出去看棚子了。大姑娘真是受累了。老夫人，这主意是儿媳妇想的。我想着咱们花家也算是熬出头了，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。今天又过节，应该做一些济贫的好事儿，也能给老太爷们积德。慧兰想得好，那既是好事儿，别让芷姑娘一个人扛着，你们都去搭把手。把孩子们都带上，让他们从小就要看一看。是。算起来，咱们兄弟两人有10年没见了吧？皇兄宵衣干食，日理万机，臣弟自是不敢轻易打扰。你何必和为兄说这种话呢？来的比外人还生分些。回皇兄，这外人要是逾矩的话，就是失礼。可臣弟我与皇兄做了大半辈子的兄弟了，我若再不懂规矩的话，那便是有罪了。灵王世子到。陛下甚安。好了，快坐吧。妍希，菜都凉了。哎，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，坐到伯父身边来。起。父王恕罪。今日过节，说什么罪不罪的？你是诚心在朕面前讨嫌呀？希儿，今天是阖家团圆的节日，你就坐这儿吧，留下来陪陪我和你母亲。你个臭小子，整日见不到人，今日了，还不赶快尽点孝道，奉奉酒？方才我一路骑马过来，一身的尘土，没来得及更衣，就不惹黄伯父烦心了。坐这就好。世子倒是会寻出安身啊，独个找了个宽敞地方。兄长若是喜欢，可以一起下来，与我做个伴。不了，我怕沾到灰。兄长可真是越来越喜欢开玩笑了。妍希，你今日来的这般迟，要挨罚啊！罚你给伯父倒酒。妍希，这几样菜都是你自幼就爱吃的，等下多吃些。谢陛下。皇兄倒是小气了，你瞧瞧，这几位皇子个个才高气轻，终日都能侍奉在您的身边。臣弟我，可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现在倒不能留在身边奉酒了。朕这几个皇子加在一起，也比不过燕西一个。若说朕有什么羡慕你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生了个好儿子。朕记得太上皇好像也如此说过吧？陛下，希儿能有今日，全赖陛下耳提面训，恭亲教养。也不尽然。朕记得周王妃秀外慧中，珠怀宝玉，想必燕西自幼就裨益颇多，对吧，燕西？回皇伯父，侄儿当时年幼，记不清了。把热汤上来。这真是好。
这人啊，好人呀！粥还贵着。是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我们楼下？这粥煮的可真香啊！我老远就闻见了。姑娘，夫人让我来给你送五彩神了。啊，花灵，来。好喝。你够了吗？芍药，过来。手给我。来，娘亲喂你。怎么拿绳子给我拴上了？这你都不知道？端午祭彩神可以驱邪的。再多给我一个吧。好，给姑娘。希儿呢？希儿怎么不回家？不用管他，待在这皇宫里，他挺自在的。最好没有灵王府这个家，他才开心。长青，你去备些酒菜，我要跟燕西喝一杯。是。燕西啊，刚才的事儿呢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我同你父亲自幼就是这样，嘴上不相饶的。侄儿明白。今日呢，伯父就是心里憋闷。为了这端午家宴，我早几日就请了太后，可太后跟我说，近来身体不适，竟然连一面都不肯露。太医可有诊断？哪里是真的不是？那是因为花家的事还在记恨我。听说花家的女眷已经尽数搬回城里住了，此事在京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我也有所耳闻。这大半年，他们是在城外的一处庄子中栖身，居然也能平安度日。黄伯父，那所庄子是皇家赏赐，所以没有伐没。伯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那庄子呢，是太后赏赐给花家老夫人的，他们两个从年少时就相好。我革了花家人的职，发配北地，谁敢说个不字？不成想太后的耳目竟然这般灵通，出手亦这般快，花家才有了喘息之机。燕西，你知不知道，太后的凤翔宫中常常有密信送出，从去年冬天到今日已有7封之多。进宫之事，臣不敢查探。无妨，朕要你查，你便可放手去查。无论是凤翔宫，还是朕的这承禄宫，你都查的。臣遵命。燕西，好好为我查一查，看看太后与花家到底是何种勾连。是。我拿太后当母亲，可我这个做儿子的，又被太后放在哪儿了呢？燕西，别的事都先放一放，先查这件。我要知道太后传信想做什么。唉，除了你，我还能托付谁呢？偌大一座皇城，真的有你信任的人吗？哦，这事儿太难办了。你说，从女人嘴里问点话，那不比从河里捞金子还难？之前你让查的那小书童那事儿也是，到现在没音信。那现在又要查那位娘娘，难办也得办，都叫别人去查，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。哎，头，你看那不是芷姑娘吗？车上可备有便服。备了，备了。这么晚了，终于得空了。芍药等了你一日，实在是困了，我就先让她回去了。怪我，不能带着她。像芍药这样无忧无虑、不必奔忙的人，又有几个呢？你吃东西了没有？放心，
同家里做的一样，很干净的。谢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哦，不用，再过半个时辰，这些粥也就吃完了。钟叔会来接我的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那个，等一下，过节应个景，辟邪保平安。我帮你带。快回去吧。哥哥，你身手好，你来当5个先生，我不就天天的看到你了吗？年远事繁，这些年来，我东奔西走，换过不少书童，散落四海，真不知道司使说的是哪一个。你要找武先生的事情，有眉目了吗？这2条腿的武先生比文先生还难找。上次你给我的袖剑，我试了几次，总是瞄不准。等到时候找到了武先生，还要和他好好学学。你看我如何？哪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，非要听人家夸你？之前还说，若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看来花大家主压根就没当真了。那若是你有认识的武先生，能否替我推荐一二？我想应聘你家武先生。你别同我说笑，你要是手头紧，10澳的食宿费可以先免掉。你为了不聘我，连300食宿钱都要折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若是愿意来，你若是能来，怎样？那自然是很好的。我又不是什么金尊玉贵的人，来当你家武先生还能委屈了我？我总是觉得，你生来就不是忙于奔劳的人，感觉你心中所想之事，也并非保暖之事。那去你家应聘武先生还有什么条件？你索性一块说了吧。不必，你明日便能来。好。那从今日起，全听东家差遣。怎么，要变卦？我是不是太黑心了？哪有一天都不让人休息的？你还知道啊？从府上出事到现在，你又可曾休息过一日？那恐怕我们都是一马心如命了。注定一身劳碌。这户人家原来是个小作坊，这个地方是囤货用的。眼下虽然简陋了一些，不过以后会慢慢添置的。不耽误。我在军中那会儿，教场就是片荒地，草比人还高。这边是学堂，那里是内院。这儿虽然不大，也算是五脏俱全了，说不定住起来比城外还方便。是啊。我听说，你们家在城外的庄子是御赐的。是太后御赐的。太后？太后与你们家还有关系？应该只是早年相识吧。自我记事以来，没有听说过太后与我家有什么关系，更别说什么庇护了。哦。这家里不大，你随便看看。我去给你收拾间屋子出来，夜里你就凑合住下。不麻烦，白日里我来教孩子，晚上回去住也一样。总要有个休息的地方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家里也不大，你可以随意走走，认一认地方。我也同他们说过了，你本就要教他们武艺，你不必觉得不便。好。这是谁呀？姑娘说进来人手不够，这是我从外头调来的雇工，他先前是抬果子的，可那活实在不适合女孩做，我就让他来府里帮忙了。哦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我姓张。我问你叫什么，又没问你姓什么。你是不是傻了？这乡下的女孩哪有名字？对哈，我遇到姑娘之前也没名字，我叫鲍夏。见过姑娘。这哪来的小母鸡啊，还咕咕咕的。人家新来的，你可别欺负人家。哪有？走嘛，我带你去我们房间。闲的，闲人，别理他，快走。迎春，我把学堂旁边又收拾了间屋子出来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在行，你帮我去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。好，咱们又有信先生了。是，近日厨房忙不过来，我从外头调了几个丫头来府里搭把手。不安排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负责浆洗缝补，都是些老实本分的姑娘。虽然手笨了些，但我回头教一教就好。姑娘你放心。姑娘，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咱们迎春管事啊，做起事来是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那总归大半年了，我要再不着调，姑娘你该撵我走了。那话也不是这么讲，要是鲍夏、福东来做这份差，光说性子就不合适。这以后啊，你手下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你也会越来越忙。我不怕你忙，姑娘，你只管运筹帷幄，我呢就做好你的女萧何，调兵遣将。哎呀，险些忘了，你快去准备些吃的，咱们给燕先生送过去。燕先生。这个公子好生轻巧，迎春呀，真进来。此处应当就是花老夫人的住处了。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嘛，兄弟。这位兄弟继任了武先生，想必身手不错，敢不敢比试比试？喂，刚来就跟我小爷摆谱，你想不想在花家待了？我在花家待得待不得，是你说了算的。我爹是护院总管，这一大家子从上到下都得仰仗我们爷俩。是吗？那真是失敬了。少啰嗦，敢不敢比试？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放开他！大姑娘，我听说你新聘了个武先生，我这来跟兄弟切磋切磋呀。燕先生刚来任教，我找他还有事情，没有空跟你切磋。好吧，那就等下次机会吧。你没事吧？他伤着你没有？你放心，他在这个家待不久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头一回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他就是个无赖，他不管说什么都别放在心上。我说你，从小到大，他们总是催着我，让我去做些难事、险事，还是头一回有人挡在我前面，问我受委屈了没。走吧，我带了点点心和姜水。我比你还是要好一些，至少祖父是疼爱我的。如今虽然花家败落了，但你和芍药只管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。以后再是要有人欺负你们，不要不敢说，只管同我说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的。告诉你干嘛？让你去打他一顿，替我出气。这办法总会有的嘛，不能一来也能智取啊。若花家当真与太后有私，恐怕陛下不会再放过他们。
哎，头儿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事儿查出眉目来了，香油钱和信都是送到善化寺的。这个苏嬷嬷，那你做完这些，赶紧去休息啊。这么大人了，成什么样子了？爹，你看见那个姓燕的没有？今天这大姑娘护他跟护奸夫一样，净不给我脸。你还有脸说？你长得也不差呀，你就争点气吧，用点手段，把那花纸丫头给拿下喽。这花家的万贯家产，不都是咱姓李的了吗？啊，这种女人送给我都不要，整日不是在外面跑，就在家里算，想想都没劲儿。你还挑三拣四，你以为你是太子爷啊？这何府上下，谁能看得上你？怎么就看不上我啊？谁敢看不上我啊？你敢看不上我？这么辛苦啊，眼睛都熬坏了吧？我不辛苦啊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我爹是这的护院总管，你如敢叫出声，先挨30棍子再撵出去。不信，你可以试试。求求你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别哭呀，你长得这么标致，要是跟了我，你还用吃这种苦吗？我能养活自己。你们这些小蹄子，连你都看不上我，小爷今晚没空跟你废话。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又来一个小妞。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大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是这个小贱人约我来的。你还敢不认？小贱人，你想好了再说话。你告诉我，你认得他吗？姑娘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了，我怕连累你。连累我什么？我怕到时候挨板子，再把我撵出去，让管事的知道了。我就是管事的。李继宗，你还有王法吗？大姑娘这话是不好听了。外边的王法是什么，那都无所谓。这府上的王法呀，哎呦，就靠我们爷儿俩了。之前我跟您说过，这世道不太平，
这府上进几个匪贼，伤几条人命，哟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李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要灭口吗？您是个聪明人，您不能一时冲动，哎，被这个小丫头片子给蒙蔽了。我们家季宗啊，还是个孩子，这不能让这个小姑娘给勾引了。这犯这错，这不是个错呀。李护院颠倒黑白的本事，倒比看家护院的强。哎呦，臭小子，睡个女人呢，头昏脑胀，没出息。爹，我现在就揍这2个小贱人！不做人，我会把他们送去官府。谁想跟着进官府的，只管动手。今日之事，李贵是恶手，与你们无关。以后你们在花家，花家从前对你们怎么样，今后也会如此。大名大夫要吩咐，大名大夫要吩咐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。谁敢？打100仗，绑进柴房，明日送官。是。你刚来花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是我失职，也是花家对不住你。等天亮了就送你回家。这些衣服和钱你就收下，希望能弥补一二。迎春，备车吧。好。姑娘，我想留下。你不怕吗？别赶我走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家。快起来！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何要赶你走？若是从前的东家，他们都不肯信我。他们都知道了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好了，不哭啊，没有人会说你的。朱队队，你们俩，小丫头，你别怕，你就当出了门踩了狗屎了。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他们俩了，被打得烂乎乎的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我叫福东，你饿不饿？我一会儿去给你盛点热汤饭。我哪也不去了，我哪也不去了。好，那就长长久久的留下来，同我们大家在一起。姑娘，我想有个名字，你能帮我取个名字吗？那这样吧，他叫迎春，他叫鲍夏，他叫福东，你就叫念秋，好不好？念秋，好，好。太好了，这下总算是4角俱全了。今晚你就跟我睡一屋吧，等天亮了我再给你铺床。嗯。你先去睡吧。怎么还没睡？怎么样了？哦，他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没有什么伤，你就让他们带去休息了。我说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说起来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给了我这个小玩意儿，要不是我送了你这个小玩意儿，让你觉得心里有了依靠，
你冲上去之前还得多思量半刻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今天那两父子算是豁出去了，就算杀人灭口也不奇怪，你都不知道怕吗？以前祖父也常问我，是不是天生少根筋，老虎的胡须都敢拔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怕的更少，长大了懂得多了，反而胆子小了。从前我害怕自己做不好闺阁淑女，让祖父失望，让花家丢脸。长大后，我怕自己担不起掌家的大任，辜负祖母他们的信任。哪怕现在回城里，我还是觉得如履薄冰。我母亲每晚都睡不安然的，她生怕一醒来就又重新饥寒交迫。他们比我更怕，所以我不能怕。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，我得护住他们。华志，我说错了。光嘴上赔不是可不行。那从明日起，我便从头教你如何使用这袖剑，再教你些拳脚防身，可好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召集护院，重新给他们立立规矩。你既聘我做武先生，应该也有这层思虑在吧？那就多谢燕先生。华志，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至少，在我离开之前。哎呀，终于把那个姓李的给打发走了，我这心里呀也踏实多了。哎呀，可不嘛！可是咱们要重新雇一个人，又不知道他的人品如何。哎呀，这老天也怪，把男人都生得高高大大的，咱们又敌不过。你这话可不对啊！我看你们家大姑娘一个人可以抵好几个男子呢。我要是不来啊，都不知道二婶在背地里夸我呢。我正在跟你娘商量聘请护院的事儿，正犯愁呢。你说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万一再请来一个跟李贵啊、李健似的，怎么办呢？二婶放心，我同燕先生说好了，他在咱们家里当一天武先生，就顺便看一天护院，我多开一份工钱就是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！要不说咱们家运道好呢，这么齐整的一个郎君，又是芍药的亲哥哥，竟然愿意在咱们家做2份差事。大姑娘，你可得千万把他留住了。对呢，对呢，我给燕先生做2身新袍子，你亲自给他送去。听婶子的，让鲍夏再去买2双鞋，多买几斤好茶叶。你平日里啊得打听他爱吃什么，爱用什么，对症下药才好。你年纪轻，人情世故不太懂，万一真的把他得罪了，他心凉了要走了，可就……二婶，我去帮你看看伯里上课吧。哦，去，我们说的话你可得记着啊。站好。哎呀，燕先生，你不是武先生吗？怎么只教我们扎马步？是啊。那你想学什么呀？飞檐走壁、劈山碎石，我还想学飞剑呀。我也想飞剑。可以。好了，可以学飞剑了。但也得先扎马步。哦，还要扎马步。无论想学什么，都得先把步子给扎稳。怎么有空过来？那再忙也不能冷落燕先生，万一你心生幽怨，一走了之了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东家对我怎么样了。就一个橘子啊！多谢东家，教你用袖剑。问老夫人安，我带念秋丫头过来给您过过目。快起来吧，有话站着说，以后啊都少跪。老祖宗叫你起来呢。
这是个俊俏的姑娘啊！你们都在芷姑娘身边，她平日里大事清楚，小事糊涂，衣食寒冷都不挂在心上，那心思啊都拧成一死疙瘩了。你们多帮衬她，照顾她，啊！是，老夫人。去吧，快走吧。听说那天救这姑娘的是你家兄长，如今还在府上做武先生。嗯，是我哥哥，我哥哥可喜欢花姐姐。手得放平，往这摆，手掌得往上，不然扎手上。往上一点，放松。对，往上。这样吗？嗯。发射。不错，继续。没事，继续。歇一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吃吧。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梨可不能分着吃。今天练得不错，但以后也要每日勤加练习。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。被他踢断腿的人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也就看你顺眼。燕先生可真是会变着花样拍东家的马屁啊！那是啊，要是冷落了东家，我饭碗不就没了？要不你教我骑马吧？怎么突然想学这个？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，倘若我会骑马，就能早些见到他们，多说上几句话。而且我也迟早要去北地的嘛，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会骑马，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。当初让祖父教我，可他是个书生，也只会坐车坐轿。别拉这儿，要拉住缰绳。不行，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，我会掉下去的。不会掉的。这坐在马上的是我，掉下去也不是你啊。行，即便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嗯。哎。没骗你吧？燕西，你吹口哨干嘛？我学你了。你学的不像，马都听糊涂了。那你也没有教我。下次教你。怎么样，还敢骑吗？这骑马的感觉，就好像在驾驭海浪。现在不怕摔了？怕摔也要学。那要不要再骑2圈？好啊。这儿。
玉。祖母，哥哥，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？他就是我哥哥。我让叶先生教我骑马，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，马就跑起来了。这马烈得很，除了我之外，不服任何人管束。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跟护院们训话？哦，芷姑娘不说我倒忘了，老夫人，失陪了。且慢，转一圈我瞧瞧。去吧。告辞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哥哥。哥哥，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骑马好厉害，以后带我一起骑呗，你教教我。哥哥，你慢点。祖母，都怪我。都怪你什么？是匹好马。祖母，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，你离远一些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，像根弓弦子似的，硬邦邦的。那马一动，你不就摇摇晃晃了？先松下来。你看给咱们后厨送货的那驼马了吗？它身上那个带子是软的，挂在马身上就是稳稳当当的。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，那马一动，它不就掉地下了吗？要学御马呀，先记住一条，手里的缰绳，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扔掉它，不能扔掉把握方向的决心。无论是御马、御人还是御事儿，都要学会顺势而行，求得一个张弛有度。这马的力量大，你的力量小，要学会借力借势，才能4两拨千斤。祖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只当我是深宅大院里什么事儿都不会做的老妇人是吗？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偏爱骑烈马喝烈酒，全皇城的少年郎都追不上我。是匹好马。我年少的时候，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，我娘一个不留神，我就骑着我那桃花葱到郊外打猎去。那踏雪生汗珠，鞍笛卷旋毛，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。哎，那回我那桃花葱被大风迷了眼，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，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了你。那后来呢？那人是谁？成了你祖父。
这是什么？暖手桶啊，你快试试，是用野兔子皮做的，可暖和了。是前些天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，亲手缝制的。你怎么能杀生呢？你不要算了，我送别人了。别，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谁能想到，我就陪上了一辈子。我还以为是祖父中举之后才与祖母有了婚约，那都没意思。帮下周续的事儿，我不屑做。我的父亲是侯爵，母亲是郡主。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，结果在屋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很快，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，彻底没话说了。那要是没有中榜呢？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？没考上也没什么呀，我都想过，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，天大地大，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？我看上他的也不是什么才学、功名，是人品和气质，都不是。我是看着他，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，哎呦，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我的心就……祖母心在那儿，你就是在这儿跳的，砰砰砰的跳。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越做越大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，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。整日里我要严肃，要公正，还要不苟言笑，也不能出去打猎饮酒，不能玩。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。不喝了，小少爷说了不能喝。孩子啊，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，看什么家世门第、前程功名，那是寻郎君吗？那是做买卖。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的心也在这儿砰砰的跳，记住了啊，那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喜欢那武先生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过这些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每一次遇见他，我心里都很高兴。他来见芍药，我就总想同他说话。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，我也不为了问什么。就是想说给他听，那这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，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，百废待兴，我不能向他许诺什么。这你就想错了，记住了，无论为了多少人，无论是多大的事儿，莫要负了青春。倘若有一日你心里有了答案，无论是谁，只管来告诉祖母。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嫁妆，要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雪儿明白了，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，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，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是啊，对了，小少爷跟我说，那穆先生讲课晦涩难懂。我知道。我已经在抓紧时间找些年轻的先生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忙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再来。刚才你看见他们俩骑马的样子了？照这个学法，3年5年他也学不会呀，那心思就没在那马上。你说的是，把那后生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老夫人。
今日我不问你前程，也不问你出身，只问你一句：你对我家芷姑娘如何想法？如何想，如何说便是。他有胸襟，有胆识，胜过世间千万人。就这些。他心中无浊气，有静气，沉似水，静如风。倒是看出几分芷儿的性情。不过，你没说实话。老夫人想听什么？不是我想听什么，是你在想什么。我是芷儿的祖母，今日就倚老卖老，问你这一遭。晏先生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只望你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的心，什么时候有了答案，想明白了，不用告诉我，该告诉谁，你知道。好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你还笑？方才你见到祖母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没有想到没少胳膊少腿就回来了。祖母动气没有？他怎么同你说的？他可能年纪大了吧，这眼神不太好，居然夸你长得还不错。啊，那大姑娘年纪轻轻，眼神好，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？以前倒是没有仔细看，今日定睛一看啊，长得还不赖。那这马，没人还骑不起啊？可千万别再被祖母撞见了。燕西，你对我是怎么想的？好好查一查，看看太后和花家到底是何种勾连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我当你是知己。知己是。自我回皇都来，你是我交到的唯一一个，也是第一个朋友。我也是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花芷，知己难道还不够吗？姑娘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姑娘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小秋子啊，整日比那采花蜜的疯子都要忙。
我看你这么大一间屋子，根本就不够他收拾的。念秋，你别做这些杂事。你看这个家里，迎春能管事，福都能长出，鲍夏呢又馋又懒，不思进取，整日就跟着我进进出出的。所以我身边不缺伺候的人。你自己想做什么？你想过吗？姑娘，你袖怎么坏了？就你眼尖。姑娘，衣服缝好了。这袖子怎么都没有缝补的痕迹啊？我是用丝线补起来的，横着152根纬线，纵着97根经线织起来的。从1到万这几个字很好记，从今日开始，我每晚都教你算账。你去找鲍夏，他那几个墨水教你识字是足够的。我不识字。不要紧，你缝补的这么好，连线都记得清楚，说明你专心、细心还有耐心。有了这3心，做起事来一定事半功倍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咱们试一试。你若做得好，我有大事情要交给你。哎，现在这生意真是不好做啊。对，是啊。这样都挤在一处，谁家生意会好啊？而且一进来就阴气森森的，难怪没有人应。迎春，你从这第1家铺子一家一家的谈转卖的价钱，这3家都要好好的谈。姑娘，你是要在这里租铺子啊？好吧，我看这几家铺子左右是做不下去了，那我便狮子大开口，拿个好价。哎，少阳，别乱跑！福多姐姐，你抓得太紧了，我没乱跑。外面人杂，少阳你乖乖跟好我们，要不然下回就不带你出来采买了。那不行，我帮你拿订篮子，我不惹事。少阳乖，走。哎，福多，好好的怎么要采买新材料呀？这后厨又增加了几10号生面孔，买这么多卖给谁呀？姑娘自有她的主意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看那辆马车，好像是花季的。哎，那不就是花大姑娘吗？还跟着2个丫鬟。听说那花家大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你们见过没有？那是你们没识月。她当初在街边摆摊写字的时候我就见过，长得特好看。一个卖点心的有什么好看？不就是把我哥害得那么惨的那个狐狸精吗？哎，不是这样，哥儿几个给你壮胆，一会儿咱们过去，你先骂他一顿。哎，沈衙内，你是不是不敢呀？这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我今天就当是为民除害了。哎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快走，走。那个简单我也会做，这么厉害呀！花大姑娘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玩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呢？跟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，光跟人还叫。别走啊！哎呀，还不如人家小鸡小鸭呢。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们，赶紧走！啊！哎，
他们欺负花姐姐。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。就是。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们，赶紧走。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。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。就是。怎么了这是？你就是那个。芍药，你不是花指啊？你记清楚了，我叫芍药，你再欺负我花姐姐，你试试。泼彩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跟完了。他以后再来找花姐姐麻烦怎么办？拿针扎他。我毒死他啊！行，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。生气了啊，快走！没追过来吧？好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不行，哥儿几个快给你笑死了！就是。白日赚了159，晚上花去了32，利是多少？127。对了，姑娘，他们看我挨家挨户都在谈，生怕便宜了别家，都自个儿争着降价呢。到最后的价都比之前低1半多。中间这家棺材铺价格是最低的，房屋也是新建的。不用选了，3件都要。你找人把这3件的墙打通，连成1件，靠着河的那一边都开窗。好。这可是大事啊！是的。抱，不是刨，傻的呀你！蹲下。姑娘，你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可以啊。那些信若当真与凤翔宫有关，陛下定不会放过花家。我已辜负了花指，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待花指忙完这阵，缓一口气，我再查不迟。得帮花家找到斡旋的方法。哎，走，快！前面新店开张了，哎啊！看着不错。来，看。恭喜啊！来，礼物。恭喜！多谢各位掌柜前来捧场。花大姑娘，我真服你了。你家点心3、5日变换新花色，
许多样式我都还没吃够就不卖了。原先我还替你家点心师傅可惜呢，没想到啊，你家铺子倒是挺齐全啊。以后各位掌柜的酒楼里都是顶新的口味，方便客人们尝新。若想回顾旧味呢，就来我的铺子里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这幸亏啊，花大姑娘不是做账房的，这要做账房的，咱们不都得喝西北风啊？你呀，你这算盘打的是既响亮又好听啊！不说笑了，里面请。走，行，走吧，那个。精致啊！这边都是我们家的新品，看一下好香啊！这个形状第一次方正形状的糕点来一份。来了，谢谢。稍等啊，一壶。这些都是我家师傅根据花的样式制作的。哦。来吧，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小心。两位这边请，来这边请，那边的这边都是新出的，来。花莲姑娘，花莲姑娘，这，帮帮忙！哎，您请进啊。来让一下，谢过，云来酒楼特礼送到2盒，桂花糕。哎，你说刚刚缝的，我这手竟然都疼了。大嫂，你快歇会儿吧。哎呀，这手疼啊，也是高兴的事儿。我真没想到咱们这进项竟这样丰厚啊！你们瞧瞧，这送进来的一摞摞、一册册，可不是纸，那都是钱呢。二嫂，你快跟三嫂一样了。大嫂，纸丫头呢？在那儿呢。纸丫头，我听灵儿说，那个巷子水泄不通的，还有铺子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这还有心思在这算账，还不赶紧回去看顾大局？今日开张，我总得算明白了，才知道明日的开支进项。你这些木棍儿摆到明天都摆不明白，我来。这是我做姑娘的时候，在我娘家的那些兄弟里，就属我打算盘打得最快。后来这个算盘被我偷偷地塞进了我陪嫁的那个香笼里带过来了，从此压在箱底，只做个念想。没想到他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三婶啊，倒是有前后眼。这抄家的时候，不仅藏了金银，还藏算盘呢。总比你那些鞋呀袜呀的有用吧？那是。念秋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三婶好好学打算盘。三婶，那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铺子看看。快去！走了，来，把这些都收起来。随便看看。迎春，哎，一口气开这么多铺子，忙都忙不过来，竟叫我也一同来这赎罪。林姑娘，今日开张实在忙不过来，明日便不劳烦你们了。林姐姐，你尝尝，这个栗子糕很好吃的。确实不错。花姐姐，陪我去后面看看。你要不要带？哎，这边怎么有人晕倒了？哎，有人晕倒了！快过来看呐！哎，这有人晕倒了！哎，去看看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倒了。是啊。这人没死，只是饿晕了。迎春，您去拿点吃食来，把他扶起来。来，慢点啊！接着看。
好诗啊，姐姐，你快看看。君王为天下之客，他读过祖父的文章，此等才学，怎么沦落至此？唉，不落魄又能如何呢？他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，恐怕呀是下辈子都不能被录用。若是被圣上看到，恐怕要落得跟祖父一样的下场。你醒了，好些吗？嗯。多谢，告辞了。你的诗文都不要了吗？自是高枝无俗韵，何妨若叶有余寒。可是你写的。敢问郎君姓名？在下姓郑名之，多谢诸位娘子搭救。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唯有数卷诗文，笔肘自珍，望娘子还我。郑郎君家在何处？何处高就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无处栖身，亦无处可用。能否借一步说话？郑郎君，我家想要聘用一位善讲诗文的先生，郎君高才，不知可否愿意一试？郑某虽贫贱，不愿受嗟来之食。多谢各位，告辞。这怎么就嗟来之食了？你这人好生奇怪。我家虽新开了铺子，却非富贵人家，乃是一门戴罪之身。我祖父藏书万卷，若先生愿意，可以自取借读。我家姓花。你们是？方才失礼失敬，多有得罪。莫说因贫足雪，便是赴汤蹈火，能为花公。郑某心甘情愿。郎君何必行此大礼？快请起。这又愿意受嗟来之食了？这坏人又来欺负花姐姐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公子里边请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嗯。公子，您是在找人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找那个凶巴巴的大傻妞了。那您里边看看，看看想吃点什么。那就这个，帮我拿一个吧。好。公子，还有别的需要吗？一样帮我拿一个吧。哦，好。哎，谁的马跑了？马？这马怎么是马呀？你的马呀？我的马！哎，马呀！马！我的马！哎，我的马！跑快点哦，马可丢了！你驾！太王出师了！这小伙子。
哎，嘿，慢点，小心着骑呀。玉。我自己可以。你头回骑这么久，我怕你腰疼，腿也麻。你以前学骑马也是这样的？那时太小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从小便学骑马？嗯。你是想问，皇都中能供孩童骑马的人家非富即贵？如果真是这样的出身，为何会去参军？又为何会去你家当武先生？对不住啊。你都没问出口，抱歉做什么？况且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也从没探问过我什么。其实从见你第一面我就好奇，只是觉得问起来太冒昧。要是现在问，又怕你会多想。对我这么客气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生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要是有朝一日你想同我说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我年幼丧母，父亲再娶，从小被我伯父一手教养大。是他教我骑马，教我读书。后来我去参军，也是为了报他的恩情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可以原原本本都讲给你听。但现在我们就这样，骑骑马，吹吹风，好吗？好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恐怕等我说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相处了。哎呦，燕先生回来了。燕先生，那个芷哥呢？老张放心，我先送他去了铺子里，晚些时候他会回来。那有劳燕先生了。您瞧芷哥这一天的，哎呀，全是他的劳累呀。老张之前一直跟着花公吗？啊，没错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花公身边，这一晃啊，一辈子了。我听说本朝文士出门在外，身边常有书童捧诗笔墨，能与您一同随行花公的人，想必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。没有，自来就是我一个人。如此说来，老张辛苦了。没事。钟叔啊，哎，芷哥，你不必忙活这些叶子他们会扫掉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活动活动身体。哎，芷哥，那燕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他是我一个朋友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昨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着。芷哥，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哎，你放心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
哦，那行，那可能我多心了。那志哥，你忙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。今天的课啊，就由这位小郑先生来讲。往后呢，凡是逢单的日子，都由他来替我给大家讲开蒙课。是。小郑先生好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先生呢，这回放心了。刚才忘了说，开蒙课上不许嬉笑闲话，不许乱摸乱动，不许分心跑神。这堂课我们来讲千字文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看我，啊，你看我这个，厉害吧？不许说话！今日放课前，我想同你们介绍一下我自己。你是郑先生，我们都认识。在来花家之前，我不是郑先生。我生于荒僻之地，家中一贫如洗。4岁那年，我父亲因无钱疾病而死，母亲改嫁另投他乡，从此我便住在姑母家。姑母无钱供我读书。村中有无识字之人，我只好赤脚走上100里路，到一位先生家中，跪在门外求他借书抄读。后来，我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。再后来，终于能去应考了。过了周试，我一路为人抄书写信换钱，靠着2只脚走到了这皇都。或许，周试就是我的终点了。当我头一次看见这学堂的时候，晚上我就做了个梦，梦到我还是你们这般年纪，坐在这学堂里有纸有笔，我想什么时候学都可以。我太高兴了，就孝心了。在我做先生之后，常有你们家人来看我，送这送那，忧心忡忡，请我从严教导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还年少，莫负光阴。你说奇不奇怪？这前几日我悄悄地去学堂看了一眼，这几个皮猴子啊，竟然昂首挺胸地跟着先生们念呢。你说，莫非这郑先生会下咒？看来我该多给郑先生增些束修了。对对对，由他和穆先生教着，何愁孩子们不上进呢？昨日啊，李哥回来同我说，今日放课要来铺子里帮忙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这要换成往日，早就问我要几个小钱儿，上街上疯跑去了。大哥带你们吃点心。哎，出去，好，吃点音乐。怎么了？我请客，随便拿。这个挺不错的啊，超级酥的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花果梨，哎，对，就是花果梨。
怎么了？我们没偷没抢。哎，你俩快过来，我要买东西。这个多少钱？你要买什么？你去一边去，没你的事儿。我要他俩给我弄。一边去，一边去。喊什么呢？都回家去，仔细我去找你们的爹娘。快回去。谢谢，走。去吧，去吧。柏林，你也说我们不偷不抢，你为何羞愧？我没羞愧，我不比他们差什么。那为何要躲起来？好了，难得今日放客一日，你们两个也别在这杵着了，跟娘回家吧。我们先回去了，回去吧。回去想吃什么好吃的，娘让他们做。哎，来了！哎，走走走。小货郎，小货郎！哟，花街的小醉人，你不卖货了？怎么被我们学堂逐出去，就只能在大街上乱跑？你们让开，少看不起人。我们如今有吃有穿，有地方读书。我们先生比你们私塾里的好多了。说得对，我们走，别理他们。走。哎，别笑掉大牙了！你家是开铺子卖吃食的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从人家嘴里抠钱，你姐姐都成黄土里的馅饼了。你说花家小货郎，不许再唱了！不许再唱！这怎么办？卖人有皮行。狐狸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都说了，不错嘛，可以吧？哎，点心其实还不错啊，打动我们了。我带你们来看的呀。没有？对，搞什么？二婶怎么回来了？芷儿，这钱是挣不完的。咱家虽说不如之前过得富足，但也不缺衣少穿的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，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二婶可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？刚刚在回去的路上，你的弟弟们同人打了起来，滴血流了衣襟。怎么回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一群不知事的孩子们，说咱们家是末流商贾，又说你如何如何。柏林气不过，就跟他们打了起来。芷儿，我想着，孩子们读书明事理，是为了日后能求个好出身。若是为了这么一点钱，反倒把自己堕到商贾百工的境地里去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柏林他们也这么想吗？他们年纪还小，自然是不懂这些。但你想想，若他们觉得商贾高贵，刚刚为何要躲着之前的那些朋友们？听到几句话就发火，同人打起来呢？那二婶呢？二婶也觉得我丢人，觉得花家做生意丢人吗？话不能这么说。之前饥寒交加，莫说是做买卖，就是沿路托钵乞食，那都做的。可如今已经不同了。可是祖父他们还在北地啊。算了，二婶，这天色不早了，铺子里也忙得差不多了，我先陪您回去。走吧。母亲，也不管管你那个婢子，怎么了？整天闲着不去做事，把外头纨绔们嚼去的话拿来说嘴。嚼什么了？
也难怪林妹妹生气。自打直姐姐把买卖做起来之后，这茶余饭后评头论足的就没歇过。左右又没搅到你头上，你发什么邪火啊？母亲有所不知，前阵子有一伙子闲人编排直姐姐一个还不够，竟编了个百花谱出来，虚虚实实的编排了一些花家的姑娘在上头，还都取了些混号。有灵儿的？林妹妹从前是名满进门的才女，人尽皆知的，便被安排了个女教书的名号。女教书，听着是个挺体面的名号啊。你懂什么？那是前朝薛宏度的别号，在行业里讨生计的。哎呀，话是难听了一些，但也少不了你一两肉啊。哎呀，以后你们别同我说这些，我没工夫跟你们打这些闲官司。铺子、宅子里一大堆的事，都落在我和纸丫头头上了。你们帮不上忙，就少闹会，让我清静些。你现在倒是同他走得亲近，也不管我这个女儿了。你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了。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哎呀，李妹妹，哎，纸丫头，别管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2天我焦头烂额的，嘴巴里都长燎泡了，水都喝不下去。咱们赶紧去看账吧。哎，怎么不找念秋帮忙？我正要同你说她的事。来，走。哎呀，走吧。纸丫头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这就是他拢出来的账。昨日我忙得连觉都没睡。我也知道你铺子里事情多，我想着找他来帮个忙，结果3催4请不说了。好了，今日拖拖拉拉终于过来了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不省心的东西，早该撵出去了。咱家不养吃闲饭的人呢。还有，他可怜，你也想栽培他，可是他的心眼真的比石头还要硬，教也教不会，打也打不会。要是硬塞在账房里面，也是个不顶事的棒槌。还有如今咱家的铺子多忙啊，来来回回多少细枝末节要理呀，千头万绪的进账出账，还有咱家的吃喝穿用各种明细，便是算的眼睛都瞎了，都算不过来。难不成我为了教这个蠢东西，我要先气死我自己吗？啊！总之这个人我不要了，你领回去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先起来吧。这回怎么算错了？越怕越错，越错越怕。去找芍药给你上点药，先休息吧。夫人，您这一算就是一宿，那个念秋又是个不中用的，再这样硬撑下去，身子垮了，可如何了得？那又有什么办法？这生意越好，要管的事就越来越多。你看，这每天桌子上堆得像山一样高，一笔一笔的对，一笔一笔的算，生怕错了一星半点。哎呀，我脑门疼得突突跳。夫人，要我说，不行你就还把这些账丢给大姑娘算了。哎呦，我都忙不过来了，便去丢给芷儿，她能变出3头6臂来啊？可是天大的事也没您的身子要紧啊。我在想啊，我好歹以前也是个掌家娘子，我怎么现在就糊涂了，单打独斗起来了？银珠，你给我去一趟夏家的布庄，去找夏明，你跟他说，让他来见我。这夏明是什么人？是我娘家家生的奴才，从小跟着我学管账的。在我出嫁的时候，我还举荐了他当2掌柜呢。听说他如今还混得有头有脸的，我自己忙不过来，我得找个信得过的人过来帮我呀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自己都累死了。
我这就去。哎，银珠啊，你先避开这里的人，先不要让大姑娘和老夫人看见，免得他们多心啊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，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晚了，马都睡了，也没课可上。我就来坐一会儿。终于觉得累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星星都比平日里多些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本来以为可以更自由、更痛快，但是忙忙碌碌到如今，连抬头看天的闲暇都没有了。上次这么无所事事，还是祖父没有出事的时候。你只是忘了。以后我会提醒你。冷不冷？今天可是遇到烦心事了。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就是让人心烦。说说看。我能靠一会儿吗？顾妍希，你什么也给不了他，再往前走，只有更多的欺骗。至少现在能给他片刻温暖。所以发生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你可要替我出出主意啊。好。今日三婶又怪罪念秋了，家里的妹妹们也都在心里抱怨。夫人，我今早刚到布庄，就见夏明在门口，我就把他带过来了，一点也没有惊动到其他人。大小姐，许久未见了。我且问你，除了布庄的事，让你额外兼顾2本账，你做得来吗？如今布庄那边运银多少，我这边照样开给你。做得来，做得来，全听大小姐的吩咐。行，我教你的那几下子，但愿你还没忘光。不敢忘，我这哪敢忘啊！这账不平，你拿回去看看，明天回来报我。魏时初那会儿来吧，趁那会儿他们都歇晌，免得人多眼杂。哎，等等，
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父亲和母亲，他们都还好吗？都好，只是惦记着你，每次看见我，总是想起你来，这时而唉声叹气呢。哼，光想有什么用啊？回城的这些日子，也不打发个人来瞧瞧我。哎呀，姑奶奶，这谁不知道你的性子，说一不二的，他们二老哪敢呀？也罢，反正如今我也忙得不可开交，索性待我们再发达些，来个衣锦还乡，扫他们的脸去。行，那大小姐，我先去忙了。包夏，哎，姑娘，醒了？你昨天晚上，你怎么跟念秋一样说话打扮的？昨天晚上叶先生送你回来呢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事儿大了！你们俩，哎，我上次让你去修的那幅画，你给我找出来。林妹妹，哎，留步。做什么？有件事情想找你帮个忙。这学堂里啊，如今只有2位男先生，却有3位女选手，所以啊，我想请你留下来，帮忙做一个女先生。哪有女娘做先生的？况且我又不是你的下人。你从小学问好，7、8岁便能写诗，丹青也画得精巧。这些事情啊，我是一窍也不通。前些日子我拜访了京中儒生，有一些还没有你有学问呢。你哪里比男子差？包夏，《早春西行图》。我请荣喜斋的师傅修的，他的手艺顶好，只是花了些功夫，修了小半年才好，没有赶上你的生辰礼。林妹妹，你有才气又有学问，这满皇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你，这个重任只有你能帮忙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林姐姐，你就答应嘛，帮帮这姐姐。来，林姑娘，我帮你送回房里。这是把学堂并给我小教场了。先前我就嫌学堂太逼仄，孩子们待在里面不开心。这搬出来了，屋子敞亮了，人心也就敞亮。而且刚好地方大了，可以开设百叶课。百叶？说来还要多谢燕先生提点。怎么突然又谢我了？这么快你就贵人多忘事了？啊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二夫人同我说，不希望花家的子弟沦为商贾百工。薄林薄里在学堂里还能昂首挺胸，可是走出了学堂，却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但是我觉得这各行各业谁也不低人一等，所以每隔5日，我便要请一位行当里的好手，做百叶先生进行授课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只是劳烦这第一讲要请燕先生来讲。我教教武艺也就算了，哪里会上什么百叶课？我想听你讲讲北地。老夫人，你说这好好的学堂为什么不教正经的史书，而是教什么百叶课呀？这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了？不知道这纸丫头又要弄什么戏法呢？莫要想太多，先看看再说，眼见为实。大姑娘盛请，燕某却之不恭。今日就由我来给大家当一回百叶先生。好，好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是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
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北地，你们父亲跟祖父去的地方。我自幼北上，在北地待了10年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在北地的见闻。离开皇都，光凭2条腿，要走上4个月，才能翻过昆山。4月！接着再走500里，才能到达边城。北地寒冷，即便是3、4月份，到处也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叶先生，那祖父他们吃什么、穿什么呀？在北地啊，大雪封山之前，无论老少，都要入山打猎。女人呢，就在家磨麦子、做干粮，把猎物剥皮制衣，把肉熏成肉脯。哦。其实呢，北地也并不全是苦寒。就说冬天啊，可以入山猎鹿，鹿都会躲在一个雪坑里。这个时候设伏，10有9中。赶上天气好了，还可以去敲冰抓鱼。敲冰抓鱼？到了暮春时节，天气开始变暖了。这个时候，边城内外会开满杏花，就像升起云雾一般。到了夏天啊，就有很甜的杏子可以吃。北地清凉，不像皇都这般酷热。叶先生讲的真不错，像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真有本事呢。您说是吧，老夫人？叶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！好厉害！还有一件事要同你们说，从明日起，不用再练扎马步了。但是，天亮时分，来小教场集合。啊？干嘛？叶先生，这么早去做什么呀？对啊，来了就知道了。回去吧。爸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头1堂百叶课上完了，东家可还满意？我真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杏花树。一定有机会的。你明天要教他们什么呀？你开百叶课是为了修心，告诉他们要自尊自重。我领月钱，自然也得出份力。明天我带他们练练脖子，告诉他们不管到哪儿，都得把脑袋挺起来。李哥，李哥，哎呦，这么早都没睡醒，怎么就训练了？早上凉，把这衣服披上啊。去吧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3刻集合，围城慢跑1圈，强身健体。晨跑？敢懈怠的，再多跑1圈。前几日你们郑先生不是教了千字文吗？边跑边背吧。背千字文。你看，孩子写真早。是。怎么地？学的太有。你看这孩子啊，还没睡醒呢。抬头挺胸，大点声。怎么，觉得丢脸了？如今不在官宦门庭，做了商贾，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叶先生，下一句我忘了。下一句是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。朵儿乖，一会儿我带你跑最前面，好不好？妹妹这么小，都能不愧于人前，你们难道连她也不如吗？背。天地玄黄，
曲骤，真是不错。大点声。日月盈仄，辰宿日朝。再大点儿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好，我们开始跑。不荒一秋天，不老一株茶。天落水，鸟吃虫，鸡又飞。心学为观，心理为改。茶叶或粗浅，滋味乃春天。明前夕，菜稍许。公平传烂漫。金山丽水，玉出昆冈。剑号巨阙，出尘夜光。果真李麦，太宗谢江。这是水稻，这个是棉。一秋天，不老一株茶。天落水，鸟吃虫，鸡又飞。心学为观，心理为感。茶叶或粗浅，滋味乃春天。德见名利，情端表正，空谷传声，虚堂喜听。祸因恶极，逐缘善妒，尺璧非宝，寸以失敬。若不是办了这个学堂，还见不着你一面呢。我听说你们回城了，就想来看看。哎，柏林、柏里，快来见过你们二姑母。哦，问二姑母安。柏林、柏里都长这么大了，真好。来，这是你们孙安表兄，也在你们学堂读书，以后啊还劳烦你们多照顾他些啊。两位弟弟好。姑母放心，孙安哥哥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学堂。好，走。哥哥，你来的可真巧，今日是灵儿姐姐头一天讲课呢。是吗？对，头一天呢。三嫂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。哎，这几年家里拮据，实在拿不出来钱来请先生。我也不想看着随安耽搁在家里。哎呀，你放心便是。如今学堂里倒有一半的学生是外来的，都是慕名来的。侄儿从来也不收什么钱，随安小子尽管在这儿读书，不会有人说闲话的。虽然不在身边，但是他能有书读，能过得快乐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嫂子，我该回去了。过几天得了机会，我再去拜见母亲。还劳烦嫂子帮我问候母亲。那你快回去吧，若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我啊。没事，没事啊。走了。嗯。林姐姐，要叫先生。直姐就从不摆架子。从今日起，每隔3日便由我来教你们一堂诗文。听说前些日子你们还在学千字文，这些开门课啊，以后就不必学了，
像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熟读了四书五经，哪容得着这般蹉跎时光？今日我给你们讲楚辞，先从《离骚》开始学起。地高阳之苗裔兮，《离骚》是什么？郑黄考曰伯庸，我也不知道。社稷真于孟邹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从来没读过。吵什么？朵儿，别哭，朵儿。朵儿下裤子了。玻璃，你们那位灵儿姐姐平日里也这么爱凶吗？没事。你串呢？我李，别走。你站住！林姑娘，你笑什么？冤枉我没有笑啊。你现在没笑，刚刚在学堂外，你分明就在取笑我。你笑完之后，是不是还偷偷吓唬了那群孩子？你自诩君子，教训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怎么这会子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好意思承认了呢？那群小孩子很会闹腾，我不吓唬他们一下，你镇不住的。下回姑娘教课，我不会再越俎代庖了。那你说我一声谢，总不会也不好意思吧？一点小事，不足道也。姑娘不必客气。那可不行，日后我要麻烦你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啊什么啊？你以后别在门外偷偷摸摸的了，不如多教教我怎么把他们教好吧。你还愣着干嘛呢？走啊！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还得多学学。你的，没意思，不玩了。要不咱把那个弹琵琶的叫来乐一乐？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沈儿，你想个好玩的点子来。别问他了，你瞅他那张脸，他最近走霉运，被个小痴子气得半死不活的，哪有心思玩？哎，也不知道那小痴子他是花家什么人。虽说这儿不大好，长得倒不赖。珊儿，你说哥儿几个帮你把这仇给报了，怎么样？报仇？那你说说怎么报？你把他骗到这儿来，咱们好好逗他一逗啊！这就不太好了吧？你们几个家里也有姐妹啊，玩笑归玩笑，害人就不好了。哎，婶儿，你真怕了他了是吧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怕骗不来他，反被他给整治一顿。来，让哥瞧瞧你这脸被他霍霍的什么样。来，我看这，哎，你看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今天很不自在，你们先玩吧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来看看这个小朋友，好吃吗？芍药，今日怎么放课这么早？今儿莲儿姐姐讲课讲得不好，早散了。这会儿人多，你自个儿去玩会儿啊。去吧去吧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沈儿病得快不行了。谁是沈儿？沈二就是被你用针扎的那个沈家二郎呀。那个傻子，他怎么了？他被你扎了针，脸上长满了红疮，这几日高烧不退，整个人都快烧死了。他要是真死了，便是你害的，连着铺子也一起封了。怎么会那么严重呢？我会学医，你们带我去。走，快点！
怎么了？看见芍药了吗？没看见，我刚才在忙客人。芍药不见了，赶紧找人去找吧。小常，少不了还是得惊动了姑娘，你赶紧回去，告诉姑娘还有燕先生，快去。是。说话的功夫，走能走去哪儿呢？走也走不远。该不会是给人拐跑了吧？走，我们赶紧继续找。走。马上就到了。那个傻子就在这个亭子里啊？对啊，沈二就在里面。不对啊，如果他病重要死了，他不应该在家里吗？来就是了，为什么慌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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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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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别走啊！住手！走。哎，干嘛呀？豆豆他怎么了？就是呀，那一块玩嘛。玩？跟你玩？跟我走！我今天非要拉他一块玩了，还没人敢不给我这个脸呢！真扫兴！呸！行了，那帮人走远了，你也赶紧回家吧。喂，哎，你上回那个针呢？你不挺厉害吗？就会扎我啊？没带，就今天没带。好啦，别哭了。我以后我肯定我天天都带着。啊，可不能再忘带了啊！你没病死啊？他们说你发高烧了，烧得快死掉了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我沈二郎是什么体？什么体？说呢，那药只会让人长红疹子，不可能发烧的。红疹？什么意思？我脸上长红疹子是你给我下的药？好啊，你亏我今天还救你了，你竟然给我下药！你这脸上都是伤，身上肯定也是吧？我回去给你开药。没有。芍药，芍药，你在哪儿呀？芍药，芍药，芍药，在这儿呢。雨春姐姐，芍药，芍药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叫我们好找。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情，我没事。走吧，走吧，哎呀，走吧，快！让人们找半天了，找你半天。以后不管是谁，不管去哪儿，你都要先问过我或者你哥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那桥边亭子常年有人包了玩乐，你可认得那是什么人？我见过那个人，之前来铺子里买过东西，鬼鬼祟祟的站在铺子里不走。他叫沈二。你怎么会认得？有一日，他跟着我报价说他是想欺负花姐姐，然后把我认成花姐姐了。我拿针扎他了，
那个河边风景可好看了。哥哥，花姐姐，下次你们带我一起去。会生气。大人，他昏过去了。我看看啊，还有个姓沈的。行了，这个私事自己会处理。走。你是沈二？啊，是啊。你本想欺负花大姑娘，结果弄错人，还被扎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在捣药。花姐姐，你说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那个沈二傻得很，他想欺负人，结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能欺负他，还过来救我，还因为我跟他朋友打了架，身上都是伤，为什么呀？可能是因为那一刻他把你当朋友，而不是那些欺负你的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朋友。头，太后身边那个韦嬷嬷今日出宫，替太后去善化寺供奉香油去，与花家的书信往来，这次可以抓个现行了。头，跟不跟？跟。你亲自去拿，拿到以后直接给你。好。那头，要是真有什么，那花家怎么办？把芷儿叫来。是。老夫人，大姑娘来了。祖母，有件事不能假手旁人，要劳你帮帮忙了。祖母尽管吩咐便是。我这眼睛花了，抄不得字，这匣子里这些信，劳你帮我誊抄一遍，好不好？抄信，
你若是有空就帮我抄一抄，实在是繁忙便罢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这几日便抄好送来。那我先走了。老夫人，您这是40年来寺里的匣子第一次空了，怕是有人知道了我们的往来。那这样说，我的这些信恐怕也难保，所以叫侄儿来帮我誊抄一遍留着，也是个念想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谢谢魏。苏嬷嬷没带回信来，华老夫人会明白的。信心乱了，官家若问起，只能拿华家的旧信抵偿。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人。是华芷。我方才见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前些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了。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。找我有事？外边冷，进去说吧。你不该跟我进来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7九4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吗？你是吗？你不怕我杀了你？你要杀了我吗？以后吓唬人之前，先把刀拿出来，别光凭嘴说。
想问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能告诉我什么？花芷，无论我是谁，我都不会害你，更不会伤害花家。你来花家这么久了，向七秀司上报过什么？从来没有。你不上报不会被责罚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担心我吗？以前七秀司派人盯着花家，现在派你来潜伏，我不担心。花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怕。你就如实禀报吧。我这次来，是替上面调查一件事情。之前你说花家跟太后毫无瓜葛，可老夫人的房间里有只信匣，里面全是太后送出的密信。那些信是太后的。你知道这些信？七秀司是怕花家依附太后，利害攸关。是。跟我来。怎么会？这些信里根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确实啊，不仅无关利害，甚至还肯可爱。两个姑娘自少女时结识，再到嫁为人妇分离，再到养儿育女，看遍人世炎凉，始终没有断了情叶。虽不能见面，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。这些信不发牢骚，不抱怨，只谈风花雪月，互诉衷肠。在这些信里，她们一直是少年时的模样，不问俗事，不染星辰。可是花芷，这些信我必须带走，它可以证明花家的清白。原来祖母早就猜到了，难怪让我帮她誊抄。可不可以再给我点时间？我天亮之前一定抄好。好。等我回来。花姐姐，看什么呢？花姐姐，你刚刚在那儿跟我以前一样。你以前总发呆吗？没事嘛，就发呆。芍药，你说你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哥哥，他很忙，事儿很多，话也很少。我哥哥很奇怪的，他对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喜欢跟你说话。我今天知道了你哥哥一件很吓人的事情，但是我竟然一点都不怕他。为什么要怕呢？哥哥是好人。我去给朋友送药了，回来说。可笑，一把年纪了，费尽周章的送信，为的就是消磨闲聊。太后与花老夫人是年少时期结下的情谊，可能人老了，就会怀念当初吧。有什么用？
还不是一样走不出宫闱，脱不开身份。除了自欺欺人的聊以自慰，我看不出有任何意义。能有所慰藉，也许就是意义呢。燕西，你是杀伐果断的男儿，不可以像太后一样多愁善感。我不太懂他们之间的情谊，贸然猜测罢了。听说你为了查太后的事，一直待在花家，费心了。黄伯父，我去花家，并非完全为了您的吩咐。当年灵王府那场大火，花家有人亲眼目睹过。我去花家，是为了查找线索。